带你追查事件真相，掌握政局变化。观众朋友你好，欢迎加入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一文。节目一开始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首先是前驻纽大使谢文吉。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还有国际政治专家赖月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好，稍后还有郭正亮亮哥会来到我们节目现场。我们先带大家来持续关注的是国际讯息，也就是现在美军双航舰是齐聚在印太。好，这是美国海军的林肯号已经在11号抵达了关岛基地。好，那加上正在第7舰队辖区执行前进部署任务的华盛顿号，所以美军目前在印太地区部署了2支航舰打击群，那有助发扬优势的核阻战力，要维护的就是区域稳定。好，那我们也知道，现在美国在印太地区还是有在持续的关注，那特别对台军售花了3500亿。好，有第4套的爱国者，还有 IBCS 有望随后会公告。那当然就是因为上个礼拜川普政府公告了8项对台的军售案，这总金额高达了111亿540万美元。好，预料在下一波还会对台军售跟台湾之盾所设的装备有关。那增购的是爱国者3型飞弹，还有整合战斗直管系统，将会是下一波的重点。好，所以现在这个日本媒体也特别报道说美国退役海军少将马克发现说现在美国对我们台湾卖的武器不再是只卖战机跟军舰，这不是优先项目了。那现在的武器包含是将中国在台湾的登陆作战变得难以执行跟维持。好，而且这个长程精准的这个导引飞弹系统跟榴弹炮以及标枪飞弹、托式飞弹等短程系统都会对中国大陆的军队造成威胁。好，但是中国大陆这边当然也有相关的部分在进行准备，也就是看到了福建舰还有辽宁舰，他们同框在青岛军港。好，这是外媒最近报道说福建舰跟辽宁舰在18号同框在了青岛军港，而且推估共军最近就有可能在黄海这边展开了双航舰的编队演练。好，那当然中方在渤海还有黄海是要再度演习，那这个区域被认为说是剑指日本。好，那我们讲到日本还是持续的要来关心高市早苗没有撤回他的涉台言论，所以中方这边还是不断的有一些外交上或是报道上面的批评。好，这个是解放军报，他说如今能够系统客观的呈现日本加害历史的展馆已所剩无几，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否认罪责就意味着重犯。好，那当然军媒日本这边说有系统的拆除战后和平的体系，也就是他们分析高市早苗在军事安全的问题上面错误的言行不断，而且他还大幅的调整了安保政策，自我松绑了集体自卫权，图谋以强化延伸威慑合作，寻求的就是核共享、修改无核3原则等种种的手段，就是推动了盟国核武器要重返日本。好，所以呢，现在大家也发现它是一步步的在推进，尤其是日本右翼把诉求透过切香肠的方式逐步来推进。那我们就回到2015年，当时是强行先通过了新安保法案，然后解禁了集体自卫权。再来2022年的时候，又通过了新安保3文件。2024是放宽了武器出口限制。好，一直到今年高市上台之后，修宪扩军是进一步的加速。那我们也知道日本现在他希望的就是要拥有核。好，核武的部分现在日本高官也曾经提过要拥核，不过美国施压我们看到了美国国务院特别讲到，日本在核不扩散及核军备控制领域是全球伙伴，而且是美国重要的伙伴。好，就被认为说华府在施压日本你要维持传统反核的立场不要想太多。好，那中国的外交部则是批评现在你们日本的举动就是反映出日本右翼保守势力复活军国主义，而且加速再军事化的野心膨胀，重左军国主义是邪路，注定也是一条死路。好，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这个涉台言论突然就演变到成这个日本日方这边可能有一些更躁进的，那当然
这个戳中了中方的一些痛处，所以大肆的加以批评。但是日本自己啊，在内政恐怕还有一些危机，就是他们的经济。为什么呢？因为看共同社的民调，虽然这个高市台湾有事的言论啊，有近60%的受访者认为是有影响到经济的。好，那这个言论呢，也影响到的就是旅游业。那现在有京都老字号的餐饮负责人说啊，外国顾客大约有80%都是中国游客，但是现在大约有60%的中国客人啊都取消了预订。他说我们这种营业额有一半都是来自中国游客了，所以如果这样的情况再继续下去啊，他说老实说，我们的心里会感到相当的不安。好，那日本的经济发展啊，确实现在啊是没有那么好。那我们看到中时有一篇写说巨变的日本 GDP， 也就是发现2018年到2023年，其实平均经济成长率在日本只有0.08%。那民间消费、民间投资更呈现了负成长，甚至出口动能也是非常的微弱。依照国际货币基金推估啊，日本2024年每人的 GDP 只有3.2万美元，比1994年的4万美元还要更低，所以是倒退路的情况，经济是往后退的。好，那日本央行啊激进升息，震动了全球的市场。我们看到日本央行在19号宣布要升息了，好，一码到0.75%，这创下199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那就标志着会持续近30年的超宽松货币政策时代是正式终结。那这项的决策不仅引发了全球金融市场剧烈的波动，更将日元汇率推入了这个干预的危险区。好，那是不是也口头干预升级倒数呢？现在也严防日元单边暴冲，日本的财务省是市井，恐怕会被迫出手。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高市早苗虽然它在国内的民调还是相当高的，但问题就是在经济层次上面啊，还有跟中国大陆的一些外交以及军事，还是剑拔弩张。我们先问亮哥，其实台湾这笔军售啊，你说111亿美元啊，那台湾就因为这样，就会导致大陆的登陆困难。我看这个海军少将，我不知道他是根据什么这样推论啊？请问你有多少数量啊？你确定你的飞弹基地不会被打掉？你确定到时候都还可以发射？这个海军，我看这个人大概是御用美国文人吧，啊，就是要帮这个军购来这个正当化的啦。还有另外什么时候交货啊？坦白说啊，他这个军购案通过，刚好在中美军事会议之后，你知道？你认为他不会跟中国稍微商量一下吗？讲一下。我觉得不太可能都不讲啦。你之后宣布，然后中国大陆只是一个简单的抗议，对不对？我坦白说啊，我根本就怀疑明年不会交啦，因为明年川普要去中国啊，而且明年川普跟习近平有可能会见到4次面，所以可能美国早就跟中国大陆讲了，明年不会交货了。就是喊先讲一下有这件事。不就是这样不？因为这个东西到时候要销售，当然美国是因为俄乌战争它不再介入嘛，所以它的库存有一些可以转给台湾啊。那另外可能还有新订单的部分啊。那这个可是2026能交多少，我是严重怀疑啦。我讲的是交货的部分啊。这个如果交货，一定是轩然大波，中美关系一定要起变数啊。那至于高市早苗这个右翼他们这个军事扩大的计划，其实这个早就在预料之中啊。那中国大陆用这种文攻的方式，坦白讲不会有作用啊。我一直强调，日本的右翼是行动派啦，他不跟你搞文攻的啦。我跟你搞这干什么？他有的就是在他的网络上啊，那他的文宣也都在网络上啊。政府对政府，他不理你了。所以中国大陆想说用文攻就可以阻止他进一步的军事化，这个叫异想天开了啊！你就是要拿出军事动作了，不然毫无用处。
我讲白了，比如说为什么俄罗斯方向他不敢去布置啊？俄罗斯就摆明了，千岛群岛的南方就那个北方四岛，你来我就炮击，就是这样啊。俄罗斯就是这么硬。那日本怎么不去讲朝鲜半岛？金正恩飞弹就射过来了。所以我老是在看中国大陆在做文攻哦，我就觉得越看越可笑了，毫无用处，一点用都没有。我跟你保证，那日本的吉右翼就不断的按照他的步骤军事化，慢慢的落实。比如说与那国岛，他照样把飞弹搬上来，那你要怎样？你再去骂嘛，没有用的啦。反正就给你骂嘛，没有用，还是没有用嘛。好，介大使怎么看？这个美国这次对台售军武，看起来啊金额庞大，3500亿台币。可是你要看它的项目是什么项目？项目基本上我觉得就是在落实美国希望将来台海发生战争的那个战争形态，就是怎么样？就是刺猬，然后台湾台岛整个陷入战火，然后进行什么地面的城镇战，甚至游击战。可是基本上是一场全民战，让你这场战争能够打得越久越好。那这个跟过去我们国防部所定的台海保卫战的那个重点完全倒置了。我们以前是决战于境外歼敌于滩头歼敌于境外，决战于滩头。然后接下来你就看结果了。对，你不能把所有老百姓的这个身家财产性命通通投到这个战争里面。你要打什么？你要打人民战争啊。对，可是美国现在就是这个战争这个武器销售给你的这个方向就已经摆明了要你打什么？要你打城镇战，打人民战争，要你全民动员。台海任何一个地方，你家如果说是具有军事战略据点的，要作为战争的掩蔽物，也要军队也要征收。所以我觉得这种打法是符合美国的利益。可是我们台湾人要想一想，对我们台湾人有什么好处啊？对。两岸不去避战，而且呢，即使打仗的话，要以我们的身家财产跟我们的这个土地，我们赖以生存的这片土地，作为战争的可能的是怎么样最大的这个发生的场所，这个有没有智慧啊？美国人是有智慧啊，美国人在乌克兰就是让乌克兰人的生命跟土地跟他财产去换取消磨这个就是说这个拖住俄罗斯，消耗俄罗斯军力，消耗俄罗斯国力的一个什么一个工具。现在呢，看起来这个乌克兰模式要扶植，要转嫁到台湾头上。如果有人要庆祝的话，我不晓得他有什么好庆祝的。好，确实现在这个局面大家也都非常担心。赖教授怎么看？是先看一下美国卖台湾的武器，很明显的就是近战的武器嘛。刚刚文吉兄讲的没有错。这个就是很明显的，美国他用军售案的方式，他在指导你台湾的战略的发展方向，就是要打一场城镇战。打城镇战就是短兵相接了。短兵相接问题就在于说，大陆为什么要在第一时间就对你短兵相接？他当然要用他的火力优势那火力优势，它本身可以用各种手段，不管是远香火，那是很便宜的就是我们讲的远程的这个导弹火箭弹，它是便宜的，它基本上很难拦截。但是它的目前来讲都已经发展成为精准式的火箭弹，所以它可以1波、2波、3波打完了以后，它还可以用更大规模的钻地的，然后可以把你的这些武器库、弹药库，甚至你曾建制的军事基地，还有军队都把你打散。那我们都知道，并不是每一位士兵他都会操作这种托式的监射武器或者是什么，他是有专门训练的。那如果我让你人弹都分离，然后武器装备都不齐的话，你买的这些东西也没办法用，因为有些武器它是2个人才能够合成为一个战斗体，有的时候是要3个人，甚至有的要车载车辆等等。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里面美国人想的也太简单了，但是很明显的，他希望台海之间的战争，尤其是发生在本岛的战争，以大量的军人死亡的方式来去面对这场战争。那我们说白了，就是要台湾人去死而且死越多越好。
这个话就是这么简单。那我个人是认为这样子的心太坏了啊，也就是说，美国人他希望引导台湾跟大陆打一场让台湾的军人死一大片的方法，这个很糟糕。但是问题就在于美国人不会来，他也不敢来，因为美国的智库跟美国的五角大厦，美国自己的五角大厦做的战略评估，送给总统的机密文件都说，美国的航母进不来，一进来又全死。美国根本没有办法把空投的武器投到台湾来，更不用说把人送到台湾来，也没有办法用海上的舰队送到台湾来，都不行。那这样的情形，怎么这场仗打呢？另外，日本的民调，我觉得要仔细来看。第一个就是高市早苗的支持度分2大块，一块是35岁以下的这个年轻人这一大块，另外一块是极右翼的这一块。35岁以下的年轻人这一大块，他们是不当兵的。日本人是不当兵的，1亿多人口里面，他们是募兵的，都是职业军人。所以绝大部分的日本人一生下来，他就知道他不用当兵。不用当兵，他没办法理解所谓的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也就是日本要跟解放军交战，日本的本土会构成解放军各种导弹攻击的目标。然后日本的人，他们不管在东京、在京都、在大阪，这些年轻人要不就上战场，要不就是死在陆地上所以他们不会理解这个，所以他们认为这个高市早苗，你有权利爱怎么说就怎么说所以你爱怎么说，我就支持你怎么说。我觉得这个是他们的一种误解，他们不知道知识体大，这会造成中日之间，而且战场在日本本土的交战。我个人认为，日本的右翼利用这一群完全不知道战争，也不知道日本曾经杀戮这么多中国人，中国人有多么恨日本人的这种，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把日本人带向最大的灾难。我们进广告，马上回来。好，川普现在是美国皇帝吗？很多人有这样的感觉。我们来看到川普将帝王总统制带到了一个新的层次纽时说川普已经不太像他第一任那样自治或是受制于人，他镶金装饰办公室拆除白宫打造的宴会厅等等其实都透露了讯息，就是他个人扩大累积权力。好，还有国会跟最高法院对此阻力相当薄弱。那川普对总统制的重塑以及深远的改变华府的权力平衡，哇，看来不止美国，好多的地方都有这种感觉好，那当然还有一件事情就是爱普斯坦文件现在大面积的被涂黑。那美国的司法部公开大约是30万页爱普斯坦性犯运案的相关文件。好，文件当中存在着大量涂黑，你可以看到这个画面还有这个删节。那受害者就质问说我们现在到底是在保护幸存者，还是在保护这些权贵男性呢？好，那当然也看到了这个奥克拉荷马大学的政治学教授也警告说川普正在面临一个变成深层政府的风险，那这可能会损害他的信誉，而且会影响到共和党在2026的其中选举的选情。好，那这个爱普斯坦被认为叫做淫魔啦，所以他这个档案部分被川普政府下架那司法部说我们是在为了保护受害者他说因为里头有受害者的个资，所以延后发布。那由于未依这个国会法律规定全部公布档案那已经引起了国会议员的批评。像是伊利诺州的参议员德宾就说他们这个承诺调查司法部未能公布爱普斯坦的档案属于违法。那因法案明确规定在19号就是最后期限，本来应该是受害者问责制大众透明度的胜利，
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川普政府一整年都不当处理这件案子，现在又违反联邦法律来保护富人跟权贵。好，那当然就说啊，这个淫魔案子里头包含了蛮多有钱人的，所以川普是不是为了这件事情也不愿意公开？那是不是他自己也牵涉其中现在还需要再进行解密。好，但是呢，这个文件涂黑还是让国会相当愤怒。我们看到了加州民主党的众议员卡纳说啊，我们可以动用藐视国会罪来起诉他们。那如果司法部的官员涉嫌过度删减或篡改文件，还可以移交到刑事调查，而且依法提起诉讼。好，那这件事情在美国内部其实蛮纷扰的。有人也认为川普现在是无所不用其极的，自己要当皇帝，要当霸主。好，那我们也要看到美国的选民对于川普是不是真的耐心耗尽？因为能不能好好的生活是选民最在意的。我们看到食物银行外面大排长龙，有一位川普的支持者说去年投票给川普的时候，他其实是抱着不再靠食物调剂库来帮忙的希望。好，原本预期川普上任之后，在抑制通膨会有很大的进展，但是没想到物价依旧非常高。如果川普再不加快脚步他可能不会再支持共和党了。好，那所以现在川普就会面临2026的其中问题但问题就在现在职缺减赋税也大增，所以美国民众确实也面临了生存危机。这是什么呢？这是2025年美国家庭的负担税金已经增加增加$1100。那美国的国内 GDP 已经下滑了0.5%，所以损失的是50.3万份全职的工作。好，没有了工作，那大家就必须要去像是食物银行外面大排长龙，或者是这个物价通膨太高，也没有办法来负担正常的生活，所以这是一个恶性循环。那 CNBC 就说，美国明年的劳动市场会面临一个挑战，民众担心针对美国进口的商品课征的关税就会提高企业营运成本，就会迫使企业裁员。好，那企业裁员没有了工作，或者是呢这个吃不起会怎么样？抢劫就出现了。我们看到圣诞抢劫潮锁定的就是这只星辰表。好，这表没有错，就是叫做星辰表，它是中价的手表，结果成了美国抢匪的新目标。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觉得这个不算奢侈，但是很多人想要这个商品，所以也符合了街头抢匪中的容易脱手的需求。所以他们还锁定像是这个北脸或者是这个 Canada Goose 的名牌外套的年轻人，那这个星辰表就会成为了新一轮的抢劫对象。好，那川普现在大家也很关注他每一次的谈话，像是之前的全国谈话，甚至在上周五他在北卡造势，那大家就发现是不是累了，还是年纪稍微大了？因为他常常会脱线式的在进行演出。好，这个北卡原本是要就经济的议题来发表谈话，然后为明年关键的期中选举来铺陈一些政绩的主轴。好，但是长达90分钟1个半小时的演说，多次的偏离主题。好，他从通膨讲到药价，一路延伸到司法调查的不满。结果后来还谈到了第一夫人梅兰妮亚如何整理内衣抽屉，所以大家就很惊讶，说到底为什么川普要讲这些是不是太脱线了？好，但是呢，他也持续的在加大的扫荡移民的力度他尽管明年的期中选举前已经面临越来越多反弹声浪，好，但是他仍然是要借着数以10亿计的美元新经费，在2026年实施更强硬的移民扫荡行动，包含加强突击工作场所。好，那现在川普到底还不能做第3任呢？当然，在美国的宪法上面是不行，但是川普自己是有起心动念。但问题是，大家还是在讨论说下一届2028的美国总统选举有哪些潜在的这个人选呢？包含了共和党说有这个现任的副总统范斯。那民主党则是加州的州长纽森，他们的支持度都分别在2党当中占据领先的地位。好，但是我们要知道，距离下一届美国选举还有大概3年时间所以不少人已经在思考2028年美国选举的潜在人选了。好，我们一开始讲到了川普要成为这个美国的国王，然后这当然不是新闻，但是他现在的做法越来越专制。我们先问亮哥。对，可是他的民调。那个《经济学人》刚公布最新民调，他还是有42，
那不满意的有54啦。那它也不是一直在掉，比上个礼拜又升了2.4。哦，可是比刚上来掉了13%。我讲的是满意度了。是这表示什么呢？表示支持他的人其实还是蛮强的啦，就是始终的那个不太会散掉了，不太会散掉啊。那不过这个当然这个民调很多是反映经济议题啦，所以基本上对共和党明年国会选举，尤其是众议院是非常不利的所以我才跟你讲说，众议院有最多可能会输到40席可是参议院就不一定了，因为参议院的都是资深的嘛，只选2个那竞争者不多了。目前其实共和党对参议院还是乐观他们觉得他们会赢一席所以如果只有众议院，我认为影响也有限那而且川普目前大法官也支持他，对不对？所以而且他的群众蛮始终的。坦白说啦，我们讲那个爱普斯坦这个 file 昨天网络上就一大堆，人家就直接丢上来了坦白讲，我也收到2份都是川普的照片可是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因为那个绝对有个资的问题。当然，那个女生已经长大了啦，可是就是当年的照片，大概都是10几年前的照片。那我觉得那个如果是真的，那恐怕还有未成年的问题可是问题是没有人敢碰因为他真的公布一定是遮掉的啦，因为这个有各自的问题可是我拿到的都是没有被涂掉的那当然有些人就会问说会不会是有人用 AI 来搞你因为我也没有办法证明。我认为目前就是处于这个状态，就是一定有很多人去黑川普啦，说你就是跟 Epstein 跟很多未成年少女曾经在一起这样，可是你没有办法证明所以这个会不会烧开不容易，不容易啦。民主党信誓旦旦，可是你不能张贴你张贴你是违法的，你会被告就这样。这大使怎么看？对，现在这个事实上的话，以美国现在体制来讲，司法部可以一夫当关，他掌握所有的证据这是他们这个所有的这个资料都在司法部手里面。那他在公布的时候，虽然是3万页的这个资料，他涂掉500页。美国这种机密文件这个解密的时候，它是可以涂的。他一涂，你根本你正面反面你都看不到，完全看不到。他是用那个非常深黑的笔把你涂掉，所以你完全看不到。那谁有权来做这个那就是主管官员，就是现在川普的好朋友，司法部长叫邦迪。这个 Pam Bondi 是川普的战友，她还女生呢，还女生。她自己很年轻的时候，她就在佛罗里达，很漂亮的一个女生，佛罗里达金发的，然后佛罗里达就崭露政治头角。她做了2任佛罗里达的州检察长。只要美国的州政府的体制，州检察长也是民选的。川普事实上他虽然是纽约出生，可大本营在佛罗里达，他那个 Pebble Beach 在佛罗里达，所以他事实上跟邦迪就是战友。那他也是思想上的这个所谓的共和党的保守派。然后呢，他事实上的话，他做到2019年，他做了2任以后就卸任下来。现在到2020年，他就是川普的个人的律师。川普那时候跟那时候跟打官司的时候Sleepy Joe Biden 打官司的时候，就是Pam Bondi是他的律师。所以他上任以后，第2.0以后，司法部长交给 Pam， 因为是绝对是亲信的亲信。所以再怎么样一夫当关的这个司法部长他就可以把这件事压得死死了别人的证据来说都是假的，那个没有证据力，他就可以说这是真是假，所以他的权力非常大了。所以我想川普到2024之前，这件事情要真相大白是蛮困难的，而且现在呢，事实上话，他说这些美国现在也没有说直接能够找到一枪对川普毙命的这证据
只是说，你这是保护富人还是保护受害者，对不对？搞不好问题这个案子复杂度非常强。这里面去过那个罗利岛的听说还有很多民主党的政客，包括那个生性风流的美国的那个克林顿总统。克林顿夫妻这几天把 FB 关掉，对他避风头去，他也去过，还有很多民主党的一些大员也谣传也去过，还有大律师嘞。所以这种事情你要一摊开的话，事实上是蛮严重的。所以这件事现在是斗争，然后斗得出结果，我是比较怀疑。对，套一句我们这查下去动摇国本好，赖教授。但问题是在美国的国会已经通过了，说你要公布啊。有公布啊。对啊，涂黑啊。不是我的意思说，美国的国会已经通过说你要公布，公布以后，有些人涂黑，有些人不被涂黑。对，那这个就不是很奇怪吗？克林顿的几乎都没有被涂黑，一大部分那这个不是又更奇怪吗？然后盖茨的有几张也没有涂黑，那为什么有关于这个川普的几乎都被涂黑呢？这个我们就可以，所以才会在美国引起说，原来我们国会通过的任何法案你本身你就可以跟你有关的，你就把它涂掉，然后跟你无关的或是你的政敌的，你就把它公布。然后呢，如果你要笼络或者要威胁的这些国会议员，例如说不管民主党的、共和党的我要威胁你，我要勒索你，我要把你扣在把柄，我就跟你说你给我什么什么什么，或者你支持我什么，我的法案交易的话，我把你涂黑。原来可以这样玩哇！所以有人说你根本就是川总统吧，或者川国王嘛，川普大帝就是。不过我想到台湾还有一个比川普大帝更大帝的。就是比川普更川普的，明明立法院通过财阀法，我们有那一个信赖的人，他可以说我不公布我不公布，立法院通过的，然后那个姓卓的说我不去附属所以我不公布，我不附属，我也不做，我是比川普大帝还要大帝，这叫什么赖上皇？哇，不得了啊！所以集权专制到这个地步。美国川普跟台湾比起来，真是小巫见大巫了。美国川普还公布克林顿的嘞，还公布盖茨的嘞，该涂黑的就涂黑，该交易的就交易。台湾是你立法院通过的是你家的事，我就是不公布，我也不执行，管你什么立法院，这个是真正的独裁专制。还有谁比这个更独裁、更专制？所以我们叫做皇帝，也不是不够格当皇帝，因为长那个样子实在是不太像皇帝，就，好了，首领好了，来，那我再来谈一下首领嘛，对不对？这个就是某某党或者是说某某独派的首领但是我要觉得有关于物价的问题坦白说，物价的问题你真的要解决的话，我觉得还真的是只有大陆能解决耶伦当初就看得很明白了。为什么？因为大陆的生产的商业用品，绝大部分都跟民生有关，而且跟中低阶层的最有关。高阶层的也用，但是中低阶层的用的量最大。为什么？因为它便宜、品质好，然后又广泛。例如说，你说扫地机器人、游泳池机器人、割草机、无人机，还有你家里面所有的厨房的、卧室的、餐厅的所有的用品。坦白说，中国大陆都能够满足你。那你今天为什么会物价涨成这个样子？你要减低物价，把你的民调拉回来。坦白说，你单方面跟中国大陆签一个关税的协定，把它往下降，这个问题就解决了。说不定明年4月就是要玩这个事。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好，观众朋友，我们之前讲过川普的曼哈顿计划，我们现在来看哦，它AI 的巨头也集结了美国的创世使命哦，有24家科技公司加17家的国家实验室哦，加速科技科学的突破。好，也就是国家队正式启用啊，这是美国能源部重磅启动的创世使命 ，AI 巨头们哦组团复仇者联盟式的合作。好，目标哦直指的就是核能、量子、制造等领域要进行大突破，还有 OpenAI 开放了 ChatGPT 的应用市场 ，Fugger CEO 的新 AI 实验室等热点哦。好，你看到复仇者联盟啊，这复仇是谁呢？当然就是指对岸哦。好，这个矽谷24巨头集体入伍，那这个曼哈顿计划啊，大家就说啊，以后谁能在这个钢铁厂里头高效的生产，谁就能定义下一个时代的工业标准。好，那我们也看到中国大陆的腾讯哦，它最近有透过日本取得了辉达 Blackwell 的晶片，所以虽然防堵了，但似乎无效，因为它绕过了出口管制。金融时报的报道啊，说它透过日本云端服务商 DataSection 租用了搭载辉达 B200的算力资源。那中国 AI 透过其他途径取得了算力资源，来支撑他们的 AI 模型训练还有扩张。那这个 AI 战场啊，现在早就升级哦，成为了一个权力，然后再定胜负吗？我们看到中国的网络巨头，包含的是 AI 军备竞赛，似乎已经正式的从算力模型，然后呢延伸到了组织权力的结构。那包含腾讯、阿里巴巴跟字节跳动都认为，在 AI 时代，必须要将顶尖科学家安插在集团的权力中心，好才能确保在科技的变革当中不会掉队。那中国大陆像是北京清华大学有40所的高校，他们联合攻关完成了中国未来网络的实验设施。好，这是国家重大的科技基础的设施项目，最近也通过了官方的验收。那其中有一个大型模型是跨域协同训练的效率高达了98%，它可以在1个月的任务1个小时就可以完成，所以效率非常的高，那也算是一种新的突破。那中国大陆我们也知道机器人非常厉害哈，我们来看几个机器人的状态哦。这个是深海巨鲨3，这是中国俱乐部他们自主设计制造的机器人，叫做深海巨鲨3。你看到画面，它是参加格斗机器人大赛，而且在决赛当中击败来自美国、俄罗斯等外国俱乐部，获得了冠军。好，团队是利用了模块化的设计，保证机器人在短时间之内就可以修复。好，那除了这个机器人之外，我们还看到另外一个，就是他们北京邮政开通了首条无人机的物流。我们知道现在冬季嘛，这个北京是大雪纷飞，那张山银镇的邮政所里头搭载了一架20余份的快递，还有报刊的物流无人机。你可以看到它缓缓升空之后，向7公里外的延庆东奥村飞去。好，这个是北京邮政开通的首条无人机物流航线。这全程只要14分钟，哇，确实更方便、更快速的生活好，那在无人机驾驶卡车也在中国的农村还给牛让路。好，那纽时记者非常的惊讶这纽时的北京分社的社长基斯布拉德，他最近到了安徽合肥来体验未来生活。好，透过了这无人机的空中午餐，还有农村看到了无人驾驶卡车穿梭在这个供货，然后还让路给这个13只水牛。那而且在湖北武汉乘坐了不再卡顿的无人驾驶出租车。他说上天下地之后，让他相当的惊叹。因为中国在无人智能上面展现了技术要推向全球市场的雄心所以看到相关的无人机现在中国大陆这炉火纯青的在应用在各个不同领域当中。好，那习近平现在手上握有什么资源呢？我们也看到中国大陆这边实现了2氧化碳发电超碳1号成功的商运，这是全球第1台商用超临界的2氧化碳发电机组。而在贵州的6盘水成功商运，这也是超临界2氧化碳余热发电技术超碳1号的全球示范工程。那当然就是为了发电技术进步的一个例证。那中国大陆海上也有最大的油田，它年产的油气已经破了4000万吨，好，创下了历史新高。
那大家就说啊，中国大陆最近其实也发现了亚洲最大的海底金矿。好，那这是在山东的莱州啊。那这个金矿位于海的2000公尺，那探明了黄金储存562吨。好，这也是目前亚洲最大的海底金矿。他说是运用了很多的黑科技，像是这个浅盾基硬岩掘进机，好，首次就应用在这个深井。好，山东大学联合研发的一个防水压的控制系统，也能抵御200个大气压的海水压力。3D 的地震波成像技术也让地质学家能够首次看清埋藏在床底下的矿体。好，所以现在中国大陆在科技上面，在海底下的研究上面，也都是屡屡在进步当中，而且是超英赶美的速度。我们先问亮哥，这个美国这个创世纪的使命啊，我觉得这个是川普觉得美国大概如果要领先中国，大概只能靠这一招了啦啊。那你看他用那个发展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来做比喻啊，坦白讲，他搞了半天回到了中国模式啊，因为原子弹模式就是政府主导，国家实验室17个实验室全部投入，然后加上民营企业，这样整个投入啊。美国不是相信自由市场，有利于科技创新，现在怎么开始搞政府主导啊？那这不是学中国了吗？是这个主导的就是能源部啊，我还有那个白宫的那个科技总管啊，这个就是中国模式啊。所以我觉得他真的急了，就是说他本来是用自由市场，让各个那个七姐妹各自崛起嘛。可是他看到中国大陆怎么会追这么快，所以他开始认为啊，因为中国大陆是政府主导，然后有公营事业也加入，国家实验室也加入，各个国立大学也加入，然后还有民营企业，所以表示这种组合拳是有用的啦，哦，所以他现在就限9个月，270天，希望经由这个美国现在领先的。他要弄出一个超级算力平台啊，然后让他去一直 run 啊，要 run 出20个，就让那个人工智能去算啊，说有没有20个科技领域是美国可以独步全球了，要用270天算出哪几个领域美国可以来投入，他是用这样搞的啊。那中国大陆其实。我觉得有点像啊，美国是由上而下了，因为它那个高阶的算力都在美国嘛。那中国大陆有点是由下而上，所以你就会看到它那个遍地开花了，各种运用啊就不断的出现啊。中国大陆是各种应用场景还有产业有足够的那个应用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它才会累积在上面发展各种人工智能。这2条路谁会赢呢？坦白讲不知道，可是中国大陆走的比较实啊，就它这个需求面是很清楚的。那美国那个东西很高啦，高大上啊，那到时候是不是会真的有效？明年才会知道。好，这大使怎么看？中国大陆事实上它在 AI 这个技术上啊，事实上跟美国是几乎是并驾齐驱，可是有些做法上啊，常常让美国也觉得自叹弗如啊！最近最大的一个新闻就是说啊，这个腾讯啊，他最近任命了一个 AI 的首席科学家，这个人呢叫姚舜宇，你猜他几岁？27岁，27岁，整个 AI 的发展带给他走，那也就变成说，中国大陆现在在这个就是说科技界啊，都他们说70、80在领军，可是 AI 的时候直接跳到95后。为什么跳95后？他就是要摆脱他过去思想的束缚，还有更宽广的思想的这个灵活度。你知道这个姚宇顺，他除了他是这个电脑这方面科技，他是非常从小非常顶尖，他是安徽的那种榜首进到清华大学，可他在学校参加了一个社团，人家觉得那么差，他是那个饶舌歌的社团，他自创的。那他后来发觉说，其实这个 AI 最主要的关键在语言，
所以呢，他现在专攻就是将来这个 AI 是要自主思考，然后呢自主解决问题的。他说不是只是这个提供资讯的整合而已啊，所以它代表的是一个新的方向。这也表示说，现在 AI 就是说，你除了硬体的能力之外，你的所谓的这个运算模式啊，还有你的这个 APP 啊应用的方向，也可能是未来的决胜点。那所以就是说，这个只是腾讯。那你刚刚讲的，比如说这个几个大的这个大陆的 AI 的巨头啊，现在都在把年轻人不断的往这个网络，这最具体的就是小语是，所以这个要以 AI 的那个竞争目前的态势来讲的话，全世界只有2个国家，一个是美国，一个是中国大陆，日本、欧洲都不想落着多远。它缺乏整体性。而前一阵子，这个我们 NVIDIA 的我们这个黄老板他有演讲，他说 AI 有5个层面，美国只有在芯片制造上领先，电力只有中国大陆1/2，然后你的应用跟你的这个运算模式也不见得领先，所以现在这场竞争你说要押宝押给谁？我看比较恐慌的、比较厉害的是美国。好，赖教授怎么看 AI 的发展？过去美国跟中国大陆是不同的方向走美国比较用力是在于这个聊天的 AI 这个部分里面，就是我们所谓的聊天机器人，像 GPT 啦等等的。那中国大陆比较多是运用在这个工业生产制造。我几年前去大陆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他们已经大量的使用在工业生产制造了。所以大陆的这个工业生产制造的 AI 的使用量，它的技术也比美国人成熟。可是大陆事实上它有一股另外的，就是在杭州 DeepSeek 他们安安静静的也在走他们自己另外的一个开源的聊天机器人。那等到大陆成熟了以后，那么公布出来就马上去对撞美国的闭源的聊天机器人，这样的一种人工智能在对撞的时候，美国人才吓到说原来我本来以为我可以把整个世界吃下来的，中国大陆采用的是跟美国完全不同的方式，而中国的这个方式让发展中的国家跟 AI 落后的发展的国家，他们就更有兴趣了。所以目前来讲，欧洲本身也开始采用的都是中国的这种开源式的这个机器人的 AI， 而不是美国的。那这样的话，我们看到发展中的国家，不管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甚至欧洲，他们都跟中国大陆这边靠过来了。而美国它本身的危机就出现了，也就是说，美国的闭源，再加上美国在工业方面的落后，它现在才想再把 AI 用在工业上面，那它已经落后大陆已经一个阶段了。我想美国要追可能也不容易因为大陆的用在工业的 AI， 坦白说已经非常成熟。另外，您看到在这个机器人这个部分坦白说，美国真的也是落后了。您不要小看这个哈尔滨大学的这个巨人那个巨鲨的这个机器人了。其实这是一个彼此之间格斗机器人比赛已经很久了。然后这一次你看，这真的是碾压式的一种胜利这种我们想在影片上那种叫碾压，而且把对方不管是美国的选手或是俄国的选手打得七零八落的，这代表什么？代表中国大陆的这个部分在大学，因为它是由大学生他们主办出来的所以它本身的实力已经是相当的一个雄厚。还有就是您讲的这个有把 AI 把无人机用在这个载运上，其实我是亲眼已经看过好几次了。他们大陆不止已经是在农业啦撒那个这个除那个这个撒农药啦或者施肥啦，他们不止用在这个。